我有个病人呢，他过去是个律师，后来呢自己搞摄影，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苦恼的事情，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和社交，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肚子会突然疼，然后马上就要上厕所，有一种要解大便的感觉。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他虽然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能够得到改善。那么这个病人他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呢？他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最近啊，我们讲了很多胰腺癌、结肠癌这些症状，大家一听到关于肚子痛大便这个习惯的改变都会很紧张。但是呢，绝大部分人这方面的症状呢，并不是由癌症或者其他器质性病引起的，而是一种功能性的障碍，叫做肠易激惹综合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简称 IBS。那么这个 IBS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呢，它的核心症状就是它这个腹痛是跟排便有关系的，要不就是在排便前肚子痛或者排便后肚子痛，不管怎么样，这个肚子痛总是跟它排大便有关系。第二个呢，就跟它排大便的频率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腹痛的同时呢，它的大便的频率是有明显的变化的要不就次数很多要不就次数很少，它跟正常频率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它的这个肚子痛跟它排便的形状也有关系要不是便秘，要不是腹泻，都是这个肠易激惹综合症的表现。虽然我们说它是核心的症状，那么我们还是要首先排除其他的严重的器质性病，比如说结肠癌、发炎性的肠病，还有呢就是对麸质和其他食物过敏造成的症状。这肠易激惹综合症和其他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器质性病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受情绪的影响非常大。在人们精神紧张、生气的时候、担忧的时候、伤心的时候，都可能让症状加重。从中医角度来讲心是和小肠相表里的，脾呢是和胃相表里的，肺呢是和大肠相表里的。而我们这三个重要的脏器都受情绪的影响非常大。从中医角度来讲，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压力呢，都会通过这些重要的经络系统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呢有一个轴，大脑的问题会影响到肠道，肠道的问题会影响到大脑。这个病女性呢比男性大概多1倍，但是我这个病人是个男性。而且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就是这个病，因为呢，他经常呢肚子疼要上厕所，连考试的时候都不例外。我还发现我们女性特别容易得一种中医讲的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呢，就容易出现所谓的肝气犯胃的症状，就是我们肝胆的功能严重的影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大家都知道怒伤肝，很多负面的情绪，愤怒、失望、抑郁都会呢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所以呢这真是一个双向性的问题。另外我们肝脏呢也调节我们的睡眠，很多肠易激综合症的人他的睡眠都有问题，因为腹痛、睡眠和这个肠脑轴之间的问题呢，就会造成呢他的慢性疲劳。这种 IBS 实际上对我们的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影响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一个病人，他是个会计师，32岁，他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出现肚子疼，突然要去上厕所。那么时间久了嘛，他就很担心别人对他的看法，而且感到很焦虑。实际上呢，这个病呢也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病人，他因为同样的问题就避免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特别是他太太喜欢看歌剧，他都不能去陪他，时间久了也影响两个人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女病人，26岁，是个研究生，她出现这个问题以后非常的恐惧和焦虑，晚上睡不着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昼夜颠倒她想回避同学，回避这个社交的活动甚至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总而言之，这个 IBS 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是呢，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它反映了我们潜在的心理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症状是很难治好的。同样，因为精神和心理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我发现很多有 IBS 的人，他们还有偏头疼、抑郁症、失眠、慢性疲劳、自身免疫性疾病、关节疼痛，女性呢还有痛经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实际上都是中医讲的肝气郁结的表现。这样的病人你如果深究下去的话，他常常呢在生活的早年有过精神创伤，或者是被已经压抑的情绪问题。因此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它是一定是全方位的要饮食上调整、睡眠调整、精神压力的调整、精神创伤的治疗生活习惯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对这个疾病呢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